要用车拖死你弟弟，你疯了吗？一个见不得光的私生子，怎么会是我弟弟？倒是你，身为我的秘书，竟然敢拦着我！你要怎么样才肯放过他？叶秘书，是他为了秦家继承人的位置，先对老大使坏的。我劝你赶紧让开！放过他，叶秘书。你觉得你有什么筹码能从我手里换一个人？由我来换他！你说什么？清楚，用我来换他，我陪你睡，这不是一直都是你想要的？又是为了他，堂堂叶家千金，可以自降身份在我身边当4年秘书，如今连自己都可以卖。考虑一下，秦总。放了他。秦总，别过来，我嫌脏。叶朝琴，我的爱在你眼里不过是个笑话，那就如你所愿。舅舅，我同意跟李氏的风流千金结婚。小楚，你终于想通了，李家的千金绝不是外界传的那么简单，风流肆意只是表象。你相信舅舅，只有李家那个丫头才能配得上你。婚期就定在下个月，等我处理完江州的事情就回来。好，好，好，我现在就去安排。我早就说你待在那个江州掌管那个小小的秦氏集团，也太憋屈了。这么多年，到底是什么吸引你呢？你尽快回京都，黑龙会上上下下可都等着你呢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开始，到底是什么吸引我？大概是4年前第一次见到叶朝琴的时候开始。那次车祸后，我以为我不会再遇到他，可偏偏……老大，3个月前的车祸，您一直身体没能恢复痊愈，不能在高强度工作了。这几位都是经过层层筛选的精英，来面试您的秘书岗位，您看看。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是他。
秦总您好，我叫叶昭琴，来面试您的秘书。叶昭琴，你活着很好。就他了。可惜，他的目标并不是我。既然如此，叶昭琴，我不爱了，你随意。秦总，叶秘书，公路上的话没听懂。叶秘书，公路上的话没听懂。我不是来陪睡的，这是明天 AI 女友发布会的资料。秦总，暗杀的事情，秦明并不知情，因为一个误会，你就差点杀了自己的弟弟。如果叶秘书今天就老实我的尸体，会不会也觉得是个误会啊？情况不同，更何况你不是好好的在这儿。既然我在这儿，就算我杀10个秦明，你也拦不住。秦总，如果你是因为我才如此针对自己的弟弟，那我可以。大妈，你可以为了他出卖自己10次肉体啊！为了秦明，什么自尊底线你都可以不怕，可我连碰你一下，你都如此冷漠。叶秘书，请回吧。以前一句嘘寒问暖，他都会开心很久。难道是因为秦明真的做了对不起他的事情？秦总，各界领军人物和媒体记者已经到了，在会议厅等您。生气了吗？以前他……下次站在里面等。穿上，别感冒了，给我添麻烦。这样也好。哥，上次的事情，昭琴姐姐跟我说你已经道歉了，我也原谅你了。以前是我不懂事，我以后一定跟在你身后好好学习。道歉，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，出去。秦明少爷，您先喝口茶。秦总的意思是，会议内容比较枯燥，怕您会觉得无聊。哥，我就安安静静坐在这儿，绝对不会打扰大家的。大
大小姐对这位秦家小少爷的关照，真是数十年如一日啊！开始吧。集团本季度的利润相较于之前的稳步增长，尤其是在 AI 机器人女友的研发上有重大突破。各位请看。你好，我是你的 AI 女友小爱。如果你需要，我会一直在哦。AI 女友是秦总亲自参与研发的项目，给秦氏集团带来的社会关注那可不是一般的大。秦总，我的手。万山，去把机器人扶起来，发布会出现任何问题。清明，清明，你怎么样？疼，有没有受伤？要不要我给你叫医生？老大，你流血了。发布会暂停，无关人等清理干净。秦明，走之前麻烦你把机器人的钱给赔了。老大，我刚刚亲眼看到是他伸脚故意绊倒的机器人。马夫，就算你是我哥的下属，也不能随便冤枉人吧？你以为除了叶秘书是睁眼瞎看不到，其他人都是傻子吗？都拍下来了，要不给你回放一下？就算是我不小心绊倒的，又怎么样？大不了我赔就是了。哼，好啊。这是初代智能机器人，研发成本巨大，7800万，怎么支付？7800万，这都快赶上我1年的零花钱了。我一下子上哪找这么多钱去？哥，我可是你弟弟，不会真要我赔吧？你求求秦总，看他愿不愿意给你打个折。既然敢做，就要敢当。这机器人我叶家千金买了。叶家，江城首富，叶家。叶小姐吩咐，秦小少爷所需，叶家不遗余力。更何况是一个小小机器人。看来叶小姐也算情有所钟了，这秦家也算是江城豪门了，但比起叶家，也算是高攀了。叶小姐，她人呢？叶小姐暂时不方便露面，秦小少爷日后定会与小姐相见。哥，你看，我与这叶大小姐也素未谋面，我也不知道这怎么回事，但我也好歹是买了你的机器人，也算是为你开单了。金额不少，替我谢谢叶家小姐。就不该让秦明进来，这小子故意破坏发布会的。准备备用机器人，20分钟后发布会继续。明白，老大。之前我还不理解你为什么花那么大代价做一个备用的，现在看来还是你有远见。只是老大，你这救急又添了新伤。小楚，既然你决定要回来，那你和李家千金的婚礼，近期打不打算办呢？我同意。哎，行，看来小楚你真是想通了，我马上去办。通知人事，准备要招请的人事档案，随时准备调离。是。秦总，这份集团的财务清算文件需要您签。秦总，您肩膀上的伤不是新伤吧？不重要，叶秘书，请你分清楚公事和私事。一点关心都不行吗？那道疤看起来已经很久了，不像是新添的。
旧伤之所以有伤疤，是丁主任不再留新的伤疤。叶秘书，你说对吗？秦总，谢谢你能包容秦明，我相信你们以后一定会越来越好的。记得签字，秦总。没有未来，也没有过去，岳兆基，从今往后，桥归桥，路归路。是他？怎么可能？救我的人明明是秦明。开豪车的司机真是条汉子，听说是秦家的少爷。为了救个过马路的姑娘，自己硬扛大货车，听说肩膀骨头都撞碎了，流了好多血。那道疤的位置，和医生描述的太像了。可是，明明是秦明。小姐，你醒了，感觉怎么样？你已经昏迷2天了。听说要不是秦家少爷开车挡在你前边，那辆大货车可就冲你来了。他还活着吗？放心吧，已经脱离危险了，就在医院。不就酒驾撞了个人吗？非要和老子动手是吧？老子他妈出院就弄死你！请问，刚刚出事的秦家少爷在哪个？秦少。到底是秦明还是秦楚？你好，我是你的 AI 女友小爱，如果你需要，我会。哎呦，明儿，哎呀，快跟妈说说什么时候的事儿呀？怎么搭上叶家千金的呀？叶家千金他现在不太方便露面，不过嘛，他对我的心思，这不明摆着吗？今天要不是他出手，我就被大哥坑惨了，7000多万，大哥摆明了让我难堪嘛。哼，秦楚，这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父亲？还有没有你这个弟弟？为了个破机器人，竟然当众逼你赔钱，还纵容手下辱骂你，真是岂有此理！老爷，真不怪我这个当后妈的偏心，小丑在这做事儿，真的有点太不像话了。不过说到底，现在秦氏集团还是在大哥手里，我们一家也只能低头。放屁！我还没死呢，秦家还轮不到他来当家做主。这次 AI 女友的发布会大获成功，3天之后，集团的庆功宴上，秦氏集团的掌门人也该换换人了。
老大，所有核心资产的剥离程序已经启动，技术团队和核心骨干那边也已经签好了。另外，京都那边楚爷也已经把婚礼场地和黑龙会的交接仪式安排妥当，专机随时待命。襄州这边尽快收尾，3日后的庆功宴前，集团拆分重组要全部完成，核心计划和资产全部剥离。是，那老秦总那边，赵雪和秦明万一闹起来，闹？秦氏集团本就是我母亲的产业，我1分钱也不会留给他们。明白。这是李家千金专门派人送来的订婚戒指，还说什么？还说联姻市场交易，但睡你是我的兴趣。你说什么？这可不是我说的，是李小姐她的。李氏千金果然风凉。我知道了，你去忙吧。是。这个款式倒是和我眼光一样。秦总，恭喜恭喜啊！果然虎父无犬子，秦楚总裁年少有为，这次 AI 女友项目取得重大成功，震惊业界，未来不可限量啊！是啊是啊，父子联合定能让秦氏集团前途一片光明。各位过奖了。说到年少有为，我的小儿子秦明在这次的项目当中也发挥了非常关键的作用。哈哈哈。老爷说的对，明儿的能力大家有目共睹，不比任何人差。爸，你太抬举我了。这次其实我也没有做什么，主要是大哥领导有方，我也就跟在后面学习，打打下手。小秦少爷，谦虚了。要不是你砸了第一个机器人，那场发布会只会更完美。大哥，张欣姐姐，你们来了。看我都老糊涂了，连椅子都没背够。来，小楚，坐这里。秦楚，今天是什么场合？作为秦家长子、秦氏集团的总裁，姗姗来迟也就罢了，还纵容你的狗对你的弟弟狂吠，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父亲？还有没有一点礼数和涵养？给我坐下！礼数、涵养，秦德，连亲生儿子都算计，无条件纵容私生子的父亲，跟我谈礼数涵养？逆子，放肆！没有你这样自私自利、毫无容人之量的儿子。从你将私生子带回来，把我妈活活气死那天起，我就已经没有父亲了。小楚，你太自私了吧？怎么跟你爸爸说话的？一般说别人自私的人，只不过是自己没有占到便宜罢了。你哥，对不起，千错万错都是我一个人的错。弟弟，求求哥，你别迁怒咱爸了。哥，小少爷，你没事吧？赵倩姐姐，我哥是不是不喜欢我呀？你是我哥的秘书，能不能帮我劝劝他？好，秦楚，果然你是翅膀硬了，目无尊长，刻薄兄弟。既然你眼里没有秦家，那秦家也容不下你这尊大佛了。各位都是江州的名流，感谢各位莅临秦氏集团的庆功宴。在这个值得庆祝的时刻，我秦国栋作为秦氏集团的董事长，深感有必要为秦氏集团的未来负责。我宣布，即日起免除秦楚秦氏集团总裁的职务，同时任命我的小儿子秦明为秦氏集团新任总裁。我相信，在秦明的带领下，
秦氏集团将翻开更辉煌的新篇章。让我们恭喜秦董事长，也恭喜秦明总裁，终于得偿所愿，拿下了秦氏集团啊！来，共同去。什么？你竟然！完了，秦氏集团被他掏空了。什么？秦氏集团？不可能！秦楚，这是秦家的产业，你这是偷窃，这是犯罪！你好狠的心呐！你这是要逼死我们秦家吗？秦氏集团怎么回事？秦总，一定要把事情做得这么绝吗？怎么，叶秘书心疼了？只要有人能够向秦氏集团注资300亿，还是可能盘活的。可惜江州除了叶家，也没有人有这个实力了。叶小姐为秦氏集团注资300亿，确保秦家度过此次难关。300亿？这位叶小姐难道是秦家的及时雨吗？哥，你说我和这叶家千金也是素未谋面，他怎么就是愿意帮我呢？赵倩姐姐，你怎么看？秦明少爷，叶小姐，她一定是喜欢你吧？对，一定是这样。恭喜二位啊！秦明总裁得乡人相助，叶秘书得偿所愿，皆大欢喜啊！我哥手上的戒指，他跟谁订婚了？没有啊，就我哥那个性子，除了工作就是你，身边就你这么一个秘书，他身边哪还有别的女生呢？是吗？昭晴姐姐，我看我哥他就是故意气你，想引起你的关注。你看他刚刚走的时候，摆明是做给你看的。你放心，男人最了解男人了。对呀，他怎么会随便订婚呢？就算是真的，又与我有什么关系？老大，都安排好了，专机已经在机场待命，随时可以出发。邀请的人事档案准备好了吗？早就备好了。秦总，您找我？这份档案，替我交给秦明。这是什么？送去你就知道了。对了，秦总，新公司的地址确定好了，您发我。作为您的秘书，我也好提前过去安排。别着急。一会儿见，秦总。不必再见了。不过是送个文件，可为什么我的心会这么痛？也许是马上要见到秦明的缘故，有些兴奋罢了。干杯！干杯！
儿子，真是好儿子，叶家，那可是叶家呀！要不是叶家千金对你青眼有加，我们秦家真就栽在那个臭小子手里了。300亿，整整300亿呀！我的明儿啊，就是有本事，妈就知道你不是池中之物。这下好了，秦氏集团保住了，我们还攀上了叶氏这棵大树。我看以后啊，谁还敢小瞧我们？爸妈，我这些都是运气。不过，这叶小姐对我还真是情根深重。只要我能拿下她的心，别说什么300亿，就算是整个叶家。赵欣姐姐，你来了。秦董，赵夫人，这个是秦总让我给秦小少爷送来的文件。赵欣姐姐，我大哥他现在已经不是秦总了，我才是。好，秦总。秦楚，这小子又玩什么鬼花样？明儿，看看。辞退书，昭晴姐姐，你的辞退书，还有份人事档案。昭晴姐姐，你去哪儿？我要去找他问清楚。我哥已经去飞往京都的路上了。你说什么？昭晴姐姐，你卧疼我了。我哥他已经飞往京都了。他这次真的是昏了头了，放了大好的秦氏不要，非要去京都找他那个什么穷亲戚，他还真以为他能东山再起啊！老爷，你说这秦楚在京都不会真的有什么靠山吧？哼，做梦！他那个妈当初为了嫁给我，早就和京都楚家断绝关系了。楚家，京都已经没有这号人物喽。我猜啊。大概是去找他那个穷舅舅楚万州，一个上不得台面的小混混罢了。他去了京都，他真的走了。或许他是想去京都重新开始吧，走了也好。赵倩姐姐，我知道你跟在我大哥身边，那能力是有目共睹的。现在他把你辞退了，你能不能留下来帮帮我，做我的秘书？现在楚氏刚经历动荡。又有叶氏的大力支持，正是我们大展拳脚、笼络人心的好时候。只有你在我身边，我才能安心。哎，对，小叶啊，明儿说的对，你现在可是我们秦家的福星，有你待在他身边，我们才能放心。是啊，赵琴，我们明儿啊，这孩子实诚，有你在旁边提点他、看着他。我们做父母的才能踏实，薪资待遇方面嘛，你放心，绝对比你跟着秦楚的时候只高不低。这不正是我想要的吗？4年隐忍，留在秦楚身边，不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光明正大的留在他身边吗？可是，为什么我的心里这么空，像是弄丢了什么很重要的东西？好的，秦总。我愿意留下来担任您的秘书。这种脏东西还留在这干嘛呀？秦总，您需要我做什么？需要你帮我熟悉下这间办公室吧。赵婷姐姐，你跟我哥在这间办公室没少来吧？你说什么？啊，我的意思是，你跟我哥是上下级，但是我知道，赵婷姐姐你心里有我。你为我挡在我哥车前，为我脱衣服求饶，处处护着我，这不就是喜欢我吗？现在
终于没有人能打扰我们了。公路上的话没听懂。秦楚，秦楚，秦楚，为什么全是秦楚？叶朝秦，你4年来留在秦楚身边，不就是为了能靠近秦明吗？没有他，你早就死了。你爱的人是他。是秦明，是秦明救了我。刚才我只是不习惯，我要和秦明在一起，我要和他光明正大的在一起。帮我准备份大礼。对，在明天秦明的生日宴会上，我会告诉他我是谁。赵琴姐姐，对不起，刚刚是我太冲动了，我只是太喜欢你了，情难自已，所以才……我都知道，我不会怪你。那明天我的生日会，你会来的，对吧？赵琴姐姐，我就知道你对我最好了。兄长等一，今儿个我生日，给大家伙提一杯，来，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不愧是明哥呀，都当上秦氏集团的总裁了，还想着跟我们这些混混一起玩。明哥，老弟谢谢你，老弟提一杯。哎，说实在的呀，我是真不乐意去那些什么高端宴会，有什么意思？有这么多美女抱吗？啊！给各位介绍一下，这位是叶朝琴，我的秘书。明哥，不愧是总裁啊，连秘书都这么漂亮。秦总，生日快乐！我有个礼物要送给你。真的吗？谢谢你，赵琴姐姐。秦总，生日快乐！这是叶小姐特意为您准备的生日礼物。叶小姐，叶小姐，限量版顶级名表1块，全球顶级阿波罗超跑1辆，以及叶氏集团5%的股权转让意向书。我操，这叶小姐也太好了吧，真是拿血本来追你啊！啊，他来了吗？这太贵重了，你一定带我向叶小姐表示我最高的谢意。秦总客气了，叶小姐说了，这些呢只不过是身外俗物，还有最重要的那份心意，她会亲自送给您。明哥，你以后就是我金哥，我是你亲弟弟。这个可是叶家千金呢，明哥，你可是要一步登天呢。好说好说，咱们都是兄弟啊！赵姐姐，你真是我的福星，来，喝一杯。等一下，秦总，生日快乐！这个是我的心意。哟，这叶秘书送的什么宝贝啊？看起来像张破纸啊！
就是，跟叶小姐的好礼相比，这也太寒碜了。叶秘书，你也太抠了吧！胡说八道什么呢？这个叫做礼轻情意重，懂不懂啊？张欣姐姐，不管你送我什么，我都非常喜欢。来，喝一杯，为了我们的未来，干杯！还愣着干嘛？敬酒啊！快喝！敬酒敬酒啊，都干嘛呢？敬酒！啊，还来酒，快！抱歉，我去一下卫生间。一张破纸还他妈沾血，真是恶心死了！当个宝贝一样的送给我，他他妈晦气死了，这会！明哥，她再怎么漂亮，也不过是个秘书，你用得着跟她这样吗？对呀，明哥，那叶家千金才是金凤凰。从手指缝里溜点都够咱们潇洒一辈子的了。叶家千金当然是我的目标了，只有那样的女人才配得上我的身份。至于叶秘书，要是秦楚知道他守护4年的女人，最后躺在了我的床上，老子他妈想着爽，我想着爽啊！安静！张倩姐姐，你怎么了？脸色这么差，是不是不舒服？我送你回去。我不行，你这样我怎么放心啊？你一定是喝多了，一个人回去不安全。听话，我送你。听话。这是哪儿？我要回去。萧晴姐姐，你看这里多好，安静，还没有人能打扰咱们。别碰我前面，我要回去。回去？你回哪去啊？以后你就跟着我，等我娶了叶家千金，你就是我最疼爱的那个小情人。放开我前面，这让我觉得恶心。叶昭琴，你在这装什么清高啊？你以为自己是个什么东西？你就是被我哥玩剩下的那个秘书。看上你是你的福气，知不知道啊？啊！滚开！我别碰我，畜生！老子让你看谁是你的主子！伤呢？你肩膀上的伤呢？伤？老子他妈从小到大就没有过伤。那这张罚单呢？这张罚单是从你车里找到的，就在车祸现场。江 A0001，妈不是秦楚的车，几年前就报废了。他为了救个不相干的女人，自己差点死啊！今天差点这里全断，还留了好大一道疤。你该不会以为救你的人是我吧？叶昭琴，你真是个天才！不是秦楚的车，几年前就报废了。为了救个不相干的女人，自己差点死啊！如果叶秘书今天见到的是我的尸体，会不会也觉得是个误会？要是秦楚知道他守护4年的女人，最后躺在了我的床上，老子他妈想着爽，我想着爽啊！别过来，我心脏。4年，叶昭琴，整整4年，这个救命恩人，深深爱你的人推得越来越远，就
却把所有的真心和尊严都喂给了一个彻头彻尾的人渣。我错了，是我对不起你，秦楚，秦楚。京都，他去了京都，秦楚去了京都，我要去京都找他，需要找到他。站住！黑龙会中地，闲人免进。我来找秦楚。秦爷不是谁想见就能见的，请立即离开。要是我非要进去，哎呦，敢硬闯我黑龙会，小姑娘，你还是头一位呀！楚爷，这个女人疯了似的，非要见秦爷。哼，这小楚刚来京都，屁股还没坐热，就有女人找上门来了。小姑娘，小楚欠你钱了？我是秦楚的秘书，我来找秦楚。叶昭琴，江州那个叶秘书。对，是我。原来是你啊！怪不得，怪不得呀！老子之前还纳闷呢，这小子放着黑龙会这么大的家业不继承，偏要跑到江州那地方窝着，原来是要美人不要江山呐！这小子藏得可真深呢，值，真他妈的值啊！原来他留在江州4年，隐忍负重，都是为了我。我求你，求你让我见见他，告诉我他在哪。喏，城主来了，你自己问他吧。老公，一会儿我们去试婚纱吗？咦，这位是？这位呀，叶昭琴，叶小姐是小楚之前的秘书，特意从江州过来，有毅力呀。原来是叶秘书。老公，你以前的员工可真念旧情啊，特意跑来京都找你。叶秘书，进去坐坐，喝杯茶吧。我不认识他。不认识，秦楚，你真的把我从你的世界里彻底抹掉了吗？连一丝痕迹都不肯留。我亲爱的未婚夫，半天找不见你人，躲在这儿装深沉。李小姐，你白天的戏还没有演够，深夜造访有何指教？李小姐，身份了，秦总，我这不是怕你旧情难忘，想帮你一把。李小姐，这与你无关。怎么会无关？我未来的丈夫，我李牧楚也得看看值不值得我自荐枕席呀。李小姐，我们的联姻只是交易，协议里没有干涉私生活这一条。你当然可以把这当交易，但也不能阻止我把它当游戏。秦楚，我不喜欢玩虚的。你，我李牧楚，玩定了。李小姐应该是个明白人，我们各取所需，互不干涉。你尽可以继续你的风流快活，我只需要一个名义上的秦太太。如果我偏不呢？那就别怪我秦楚翻脸不认人了。
戴着我的戒指，说着这么无情的话。秦楚，你这副禁欲又冷漠的样子，还真是让人特别想尝尝。李木楚，别挑战我的底线。我对你的风流韵事不感兴趣，也收起你这套无聊的把戏。我们的合作始于利益，也止于利益。底线？你以为你还有底线吗？为了一个把你真心踩在脚下的女人，把自己弄成这副心如死灰的模样，跑到京都来跟我谈交易。闭嘴！我的事情还轮不到你来指挥。轮不到我。我李木楚是肆意妄为，但我从不做亏本买卖，也从来不会委屈自己。楚万州那个老狐狸跟我爹谈的条件，你以为我会不知道？黑龙会需要李家在京都的势力，李家也需要黑龙会这把快刀。那么未来很长一段时间，你的事就是我的事。你想干什么？想要帮你彻底斩断后路嘛？毕竟我可不希望我的男人心里面还住着别的女人，哪怕只是个过去式。我与他没有关系了，你无需在意。别装了，你心里那点伤，我隔着10里地都能闻到血腥味。不过没关系，我会把你的心剖开，把里面的腐肉挖出来，然后让它彻底愈合。哦，对了，明晚的订婚宴不许迟到哦，我亲爱的未婚夫。老大，昨晚叶秘书在门外站了一整夜，要过去看看吗？不用。叶昭琴，你找死吗？滚开！我错了，银主。如果叶小姐就是为了说这些，现在就可以走了。4年前，江州大道那个大货车是你拦下的，对不对？你肩膀上的伤也是为了救我留下的，对不对？秦楚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不应该一次又一次的辜负你。我为了秦明，你那么好，是我眼盲心瞎。秦楚，你相信我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你再给我一个可以弥补你的机会。我说完了。叶昭琴，太晚了。从你在公路上为了秦明脱衣自荐整齐的时候，一切就已经结束了。你现在告诉我你认错了人，即使认错了人，叶昭琴的真心又能高贵到哪去？不过就是从一个人的目标转移到另一个目标而已。你的报恩从头到尾都带着施舍和算计，我秦楚不需要。秦楚，现在你可以走了。不是这样的，秦楚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可以弥补。够了，叶昭琴，收起那廉价的眼泪和迟来的醒悟。老大的心早就被你彻底撕碎了，你现在听不懂话吗？啊，滚啊！别再像条疯狗一样没用的纠缠。叶昭琴，你醒醒吧，今晚就是老大和李小姐的订婚宴，所有京都的名流都会来参加。老大的新生活里不需要你这种背信弃义、有眼无珠的女人来玷污。你好自为之吧，别再来碍眼。你配不上他。不要！订婚宴，秦楚怎么会这么快就爱上另一个女人？还是说，他只是为了让我死心？我绝对不会让他为了我牺牲自己的幸福。我叶昭琴欠你的，我会用命还，用我这一辈子来还。
老楚啊，恭喜恭喜！秦楚这孩子回京都，又觅得李家千金这样的良缘，双喜临门。他掌管黑龙会，我们这些老家伙也放心，真是后继有人呢。小楚这孩子随我姐，有股子韧劲儿，在江州那破地方活了4年，委屈他了。不过也算是磨砺吧，比老子当年强多了，有勇有谋，杀伐果断的。以后黑龙会交到他手里，我们这些老兄弟也算是有福气啊。楚爷说的对呀，秦总在江州白手起家打下了基业，还有那震惊业内的 AI 技术，足以证明自己的实力。如今回到京都，联合了黑龙会所有资源，还有那李家的强联合，看来呀，京都的格局也就要动动了。动一动好啊，一潭死水有什么意思？我楚万州混了半辈子，就认一个道理：拳头要硬，脑子要活，兄弟要齐心。以后京都这片天，我们黑龙会要站得更稳。谁要是敢给小楚使绊子，就是跟我楚万州，跟整个黑龙会过不去。那是自然。秦总年少有为，未来可期啊！天哪，李小姐太美了，这气场，这身段，简直是女王降临。秦总也好帅，两人站在一块，简直太般配了。对呀，李家的疯批美人嫁给秦家的冷面阎罗，这京都以后可有的热闹了。楚爷，您这外甥和外甥媳妇儿真是人中龙凤啊！这气势，这容貌，般配，太般配了。黑龙会和李家的联合，未来何愁大事不成啊！真不愧是我楚安州的外甥啊！天造地设，郎才女貌啊！李家丫头，以后这小子要是欺负你啊，告诉舅舅，舅舅替你出头。舅舅放心，他要是敢欺负我，我一定来找您。到时候您可不许偏心。放心吧，仪式快开始了，去吧。各位来宾，在这美好的时刻，我们即将见证秦楚先生和李木楚小姐。秦楚，你不能娶她，你爱的人是我。秦楚，我知道你爱的人一直都是我。叶兆琴，你也太自以为是了。自以为是？整整4年，难道你对我的陪伴和照顾都是假的吗？好一出情深意重的戏码。不过，在我的订婚宴上和我的未婚夫说这样的话，叶小姐是不是太不把我李木楚放在眼里了？秦楚，你敢不敢当着所有人的面说，对我没有一丝一毫的情感？亲爱的，看来你的前任秘书小姐对你还真是用情至深呢。叶兆琴，你把自己看得太重了。过去4年，你是我秦楚的秘书，仅此而已。曾经我们没有的东西，以后也更不会有了。你应该清楚，我秦楚做事绝无反悔的可能。来人，请叶小姐出去。等一下，张丽，小姐，秦总，叶家为表诚意，愿意拿出叶氏集团50%的股份，作为对您过往损失的补偿。叶小姐的心意，天地可见，她不需要您为了任何人、任何利益而委屈自己。只要您愿意回头，叶家的一切，包括叶小姐，全都是您的。50%的叶家股份，这不是天文数字吗？这叶家千金一出手，真吓死人呐！追男人追到这份上，也是没谁了。就是。秦楚，你听到了吗？秦氏集团和秦明，所有你讨厌的一切，我都会帮你铲除。秦明的一切，我都会收回来。我叶氏集团不会再提供给他们任何机会，他们马上就会破产，他们马上就会一无所有。只要你回来，我……叶兆琴，带着你叶家的施舍和你自以为是的补偿，滚出去！
你觉得以叶家的股份能买回我秦楚的感情，能买回我那4年被践踏的真心？而且你凭什么以为你毁了秦家，就能让我对你感恩戴德？你的无常，你的悔恨，在我眼里一文不值，甚至比公路上的你更让我恶心。一文不值，一文不值。对，秦楚，你说的对，我的忏悔没有用。那我这条命呢？拦住他！好自杀！小姐，不要！秦楚，我这条命是你救的哟，现在我还给你。小姐，快叫救护车呀！都来这干什么？封锁现场，快叫医生啊！快！秦楚，现在是不是就不恶心了？小姐，医生呢？把风，快叫医生！小姐，够狠，配当我的对手。叶小姐，您醒了，感觉怎么样？伤口还疼吗？您可别做傻事了，您先生已经守了您3天都没有合眼了。您静养吧，有事叫我。秦楚，叶秘书，醒了就好。医生说你运气还不错，没伤到要害。秦楚，你还是不肯原谅我。叶秘书，收起你的眼泪。你以为捅自己一刀就能抹平你4年的伤痕吗？可是你明明都这么关心我，还在我的病床边守了3天，你敢说你对我没有一丝一毫的情感？确认你活着，是给那4年一个交代，给那个曾经愚蠢的自己一个交代。叶兆琴，你对我来说已经是陌路之人，你的命是你自己的，无需还给我。请你以后不要出现在我面前，不要再演这些无聊的把戏。保重。亲爱的，怎么我刚来你就要走啊？李小姐，你是来看我笑话的？笑话？你的确演了一出好戏，用刀捅自己，真够狠的。你懂什么？我这是为了让他知道你后悔了。你指望一个曾经把他的真心踩到泥地里的人，还会被你这点血感动？老大，您没事吧？李小姐她……让她说，有些话她说出来比我更合适。对，老大，江州那边传来消息，叶昭琴收回了支持，秦氏集团现在彻底变成了空壳子。派人盯着秦国东和秦明，狗急了跳墙，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。是老大，那叶秘书……等他伤好了，送他回江州，告诉张丽，看好他的大小姐，京都不是他该来的地方。以后不要出现在我面前，
否则后果自负。那你呢，李木楚？你又是为了什么？你真的爱他？你们所谓的未婚夫妻，不过是一场交易。叶小姐，我跟你不一样，我不需要去牺牲自己去证明什么，更不用向谁祈求什么。但是秦楚这个人很合我胃口，他够冷，够狠，只有征服这样的男人才够有趣。至于爱，呵呵，像你这种朝秦暮楚的女人，也有资格和我谈爱。你还是好好养好你的伤，然后滚回你的江州去。听说江州还有个弟弟，日思夜想的，在等着你呢。小姐，您感觉怎么样啊？医生说您还需要静养。叫专机待命，明天回江州。小姐，那您这伤……我躺在这里，秦明和他的父母，怕是在秦氏集团做着他们的春秋大梦呢吧？我这点小伤还死不了，但是有些人要为他们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。回江州。是，我马上去安排。秦家欠您的，欠秦总的，也该还了。老大，叶秘书，叶昭琴小姐今早乘专机返回了江州。另外，江州那边秦氏集团彻底乱成了一锅粥，叶家撤资断供的消息传开，股价崩盘，债主堵门，秦国栋焦头烂额。秦明据说一直在找叶小姐，像条疯狗似的，见人就咬。跳梁小丑，随他们去吧。我们派去的人盯紧点，不要让他们狗急跳墙。是，明白。还有李小姐的车已经到楼下了。她来干什么？亲爱的未婚夫，一日不见，如隔三秋，想我没？李小姐，我很忙，有事请预约。别这么冷漠嘛！快尝尝我亲手煲的汤，还是跟京都顶级私厨学的，据说很补身子哦。马峰，送客。你就这么对待你的盟友？要不是我替你打发你的小秘书，你俩下次见面就不是在医院，而是在殡仪馆了。这是两码事。李木楚，我们的协议里不包括你随时随地的骚扰。协议？我李木楚做事什么时候被一纸协议框住过？秦楚，你越是拒人于千里之外，我就越是想撕下你这层冰冷的伪装，看看里面到底是什么。别挑战我的底线，你的游戏我不感兴趣。再有下次，合作终止。拿着你的东西，滚出去！够带劲儿，秦楚，咱们走着瞧。拿走。是。叶昭琪那个他到底躲哪里去了？他敢耍我！他居然敢耍我！
找我？叶小姐，您总算回来了。误会，前边都是误会。明儿她年轻不懂事儿，冲撞了您，我替她向您赔罪，向您赔罪，求您高抬贵手，救救秦氏吧。叶小姐，求求您了，明儿她知道错了，您大人有大量。秦明，我送你的生日礼物，你还喜欢吗？手表、跑车、股份，还有那张沾了血的罚单。赵天姐姐，我够了！你再敢叫我一句姐姐，小心我拔了你的舌头！是你利用我对你的愧疚和感激，一次又一次的伤害秦楚，你就是个彻头彻尾的人渣！还有你们，纵子成凶，贪婪无度。秦氏集团能有今天，靠的全是秦楚母亲的基业和她的心血，你们却一次又一次的打压她，纵容这个私生子掠夺家产，还想置他于死地。看清楚，叶家将撤回对秦氏集团所有的融资和股份，即刻起，你们很快就会收到银行的催款函和法院的传票。别着急，你这个贱人，我要你死啊！放开我儿子！张丽，盯着他，把剩下的流程全部走完。叶家的钱，我要让他们分文不少的给我吐出来。是，小姐。叶兆群，这个贱人也不能好死！秦楚是不会喜欢你的，他要娶的是京城李家千金，你永远都是个笑话，你是笑话啊！儿子，儿子。秦总，恭喜您正式执掌黑龙会，请问您对黑龙会未来的发展规划是？黑龙会将告别过去，全面转型，整合资源，深耕科技、安保与投资正当领域，为京都的领域与发展贡献力量。老公的眼光和魄力，我一直深信不疑。黑龙会在他的带领下，必将迎来全新的辉煌，李家也会全力支持。看来两位的感情十分要好。近日来，两家联姻的消息在外界有非常多的传闻，甚至有秦总前女友大闹订婚现场的谣言。如此看来，也都不攻自破了。小姐，秦氏集团破产清算程序已进入尾声，秦国栋他名下所有资产已被查封抵债，秦明他名下那点东西杯水车薪，还欠下了巨额赌债和高利贷，追债的人天天堵门。知道了。小姐，另外京都那边秦爷似乎要正式接手黑龙会了，声势很大，李小姐依旧很高调。先处理好秦氏集团的事情，秦明做事不择手段，先稳住他。京都的事情我自有安排。是，小姐。天杀的叶昭启，白眼狼！我们明儿哪里对不起他了？他要这样赶尽杀绝！老爷，你快想想办法嘛！我们以后该怎么生活嘛？想办法？想什么办法？房子抵押了，车子拖走了，账户全被冻结了，叶家釜底抽薪，银行落井下石，秦楚这个逆子，他巴不得我们死。我不开心呐！秦楚、叶昭群，我要他们死，我要他们给我陪葬。你不甘心有什么用啊？我们现在还有什么办法？明儿，你说的有道理，光脚的不怕穿鞋的。我们要是完了，
他们也别想好过。秦楚，他在京都风生水起，叶超秦在江州耀武扬威，我不服啊！明儿，你有办法？我要他们身败名裂。秦总，我今天的安排还满意吗？可惜，秦总心里只有江州小秘书。李小姐约我吃饭，就是为了问我这个。听说他回去之后闹得挺大。李小姐，你的情报网很灵通啊，但是用错了地方。看他为你发疯，为你复仇，你心里真就一丝波澜都没有。这与你无关。当然无关，但是我们订婚也有些日子了，秦总真的就打算只把我当成合作伙伴，或者说挡箭牌？协议里写得很清楚，互不干涉。你需要李家以黑龙会带来的利益和地位，我需要李家在京都的人脉和影响力作为过渡，各取所需，不是很好？很好，秦楚，你就是块捂不热的石头。我李木楚想要什么没有，可偏偏在你。李小姐，别越界了，维持现状不是很好吗？我还有个会，先走一步了，账记我名下。你以为这样就会让我放弃吗？休想！大家快来看看，过来看看，大家！这个就是你们叶氏集团千金大小姐叶昭群。你们表面上看她光鲜亮丽是吧？背地里就是个不知廉耻、勾引上司、陷害忠良的贱货。他和秦楚那个贱人一起坑害我们秦家，把我逼到倾家荡产、走投无路啊！哎呀，我的儿呀！秦楚那个狼心狗肺的东西，联合这个狐狸精，不仅把我们的家产全部都抢光了，还要将我们赶尽杀绝呀！叶昭奇，你这个贱人，你给我滚出来！你有本事勾引男人，你没有本事出来见人吗？出来！大家伙儿看看啊，看看，这个就是江城首富叶家的大小姐叶昭琴，为了勾引秦楚啊，她不惜是自荐枕席，脱衣求婚啊！结果呢，被秦楚玩腻了她，一脚蹬了，她就怀恨在心，还联合秦楚那个畜生，把我们秦家的资产一口吞下呀！没错，他们就是一对狗男女，他们蛇鼠一窝。大家，你们一定要看清楚他们这对奸夫淫妇的真面目。他们叶氏集团也是靠这种下作的手段发的家。我操！劲爆豪门秘辛，这照片尺度不小啊！叶家千金玩这么野，秦家不是刚破产吗？原来是被人坑了。狗男女真不要脸！我呸！小姐，不好了！秦明一家三口在楼下闹事，秦明还在直播，他手里举着是那晚在公路上照片，秦国栋和赵雪还在污蔑您和秦总。什么？照片？他竟然敢！小姐，现在网上直播热度飙升，舆论对我们来说是非常不利的，保安暂时控制不住他们，要不要报警啊？或者让保镖强硬驱散？来不及了，你越藏着，
林中月信以为真，陪我下去。老大，江州急报，秦明带着他爹妈，举着那天晚上叶秘书在公路上的照片，在叶氏集团总部楼下直播闹事，污蔑您和叶秘书联手坑害秦家。现在网上的舆论已经炸开锅了。立刻联系直播平台，给我封了！所有相关的视频截图全网删除。联系我们江州的人，立刻封锁现场，保护好叶兆群的安全。立刻联系直播平台，给我封了！所有相关的视频截图全网删除。联系我们江州的人，立刻封锁现场，保护好叶兆群的安全。是老大。秦明这是狗急跳墙，想把谁搅哄？现在秦氏集团、叶氏集团、京都秦野、叶昭秦脱衣都上了热搜，就连我们黑龙会和李氏合作的几个项目的股价也受到了波及，现在开盘就在跌。跳梁小丑，安排下去。第一，动用所有的媒体和公关资源，全力反击，揭露秦明父子破产的真实原因，把水彻底搅浑，把舆论焦点引回到他们自身的劣迹身上。第二，收集秦明直播诽谤、扰乱公共秩序的证据，提交给京都和江州警方，我要他进去之后再也出不来。第三，通知舅舅和李家，秦明这条疯狗我会亲自处理，他们受到了损失，我会给一个交代。明白，我马上去办。那叶秘书那边，把我们掌握的东西全部传给他，告诉他不要担心太多，保护好自己。是。叶昭秦，你终于敢露面了。叶昭秦，你终于敢露面了。你们好好看清楚，就是这么个蛇蝎心肠的女人，为了勾结秦楚那个野种。我靠，来了，正主来了。哼，居然还敢来呢！我要是他呀，早都偷偷找个地缝钻起来了。张丽，妈，你放心，叶家那个蠢女人被我哄得团团转。哎，她真以为4年前是我救了她，笑死我了！是秦楚那个蠢货撞上去的，肩膀骨头都碎了，留了好大一道疤呢。现在他为了报恩，什么都肯给我。还是我儿子聪明，等拿到叶家的钱和股份，看清楚那个小杂种还怎么嚣张。秦氏集团迟早是我们的。秦楚和他那个死鬼妈一样碍事，这次借叶家的手把他彻底踩死，看他还怎么翻身。明儿，你再加把劲儿，早点把叶兆秦弄个手，生米煮成熟饭。我去，惊天反转了！人渣，一家子人渣，骗人感情，骗人钱。原来秦明才是那个冒牌货，叶小姐真是美强惨，心疼姐姐呀！秦楚总裁太冤了，被亲爹和私生子这样算计。假的，这都是假的，这录音是伪造的。假的，这都是假的，这录音是伪造的。伪造？秦明，你需不需要我把你在 KTV 和你那些狐朋狗友商量着如何骗我、如何设计秦楚的录音放出来？还是说需要我把你母亲在美容院跟他的朋友炫耀如何借子上位、如何气死原配的录音公之于众啊？不要，我叶昭秦行得正，坐得直。4年前车祸，我认错了救命恩人，是我眼盲心瞎，我认所有的代价和羞辱，活该。但这绝对不是你们颠倒黑白、肆意妄为的理由。不是这样的，不是这样的。你们秦家欠秦楚的，和欠我叶家，今天我要你们一并归还。保安，将所有证据移交给法院和警察部。我叶氏集团即将全程跟进，我要让他们牢
川，叶昭谦，我跟你拼了！叶昭谦，我跟你拼了！拼了！你是谁？无可奉告。秦总的公关手段，可真是令小女子拜服啊！极限2小时，楚家和李家的股市堪比过山车呢。没有影响到李小姐的利益就好。怎么会？不过你那个小秘书，可真是够狠，也够辣，当众撕破脸面，自揭伤疤。换作是我，可能还真做不到像他那样。她已经不是我的秘书了。是吗？叶小姐的证据出现的这么及时，当真不是秦总您的功劳吗？老大，保护叶小姐的人已经撤回来了。继续。秦明造谣诽谤，加上之前的扰乱秩序，证据确凿，已经被正式拘捕。秦国栋和赵雪涉嫌共谋诽谤，加上之前的财务问题，也被带走调查。按计划，把之前收集的所有关于秦明赌博、高利贷，以及他们父子试图吞噬资产的证据，全部提交给警方和检方。我要他们没有翻身的机会。把之前收集的所有关于秦明赌博、高利贷，以及他们父子试图吞噬资产的证据，全部提交给警方和检方。我要他们没有翻身的机会。明白，我现在就去办。好一出情深意重、暗度陈仓的戏码呀！李小姐想说什么？短短2个小时，股市地震，舆论翻盘，人赃并获，秦家彻底万劫不复。这一切当真只是为了黑龙会的利益，为了给李家一个交代吗？扫除隐患，维护合作伙伴的声誉是我的责任。秦总骗骗别人可以，别到时候连自己也一起骗了。至于下个月的婚礼，秦总希望你准时参加。江州那个烂摊子总算是清干净。小楚，干净利落，干得漂亮。舅舅夸奖了，是叶昭琴，她做了她该做的。哼，那丫头是个狠角色，敢当众揭自己的伤疤，够魄力。可惜呀，就是眼睛瞎了4年，心也蒙了4年。现在可是太迟了。好了，过去的事情就让它翻篇吧。李家那个丫头看着疯，可心思不简单吧？你心里要有数。以后这黑龙会就交给你了。李家既是重要盟友，又是潜在的危险，你自己把握分寸。我知道，舅舅放心。李家既是重要盟友，又是潜在的危险，你自己把握分寸。我知道，舅舅放心。木楚，你这也太美了吧！没想到京都第一风流4溢的李小姐，有一天也会为了某个男人穿上婚纱呀。他是秦楚，
不是某个男人。是，秦楚。7年前的宴会上，你就对他芳心暗许，为了等他，还给自己冠上风流千金的名号，拒绝了那么多男人，咱们李大小姐的深情可真是无人能敌啊！如果是他，我愿意。不过木楚，秦楚昨天可是上热搜了，手段很辣，可见一斑啊！手段很辣，这才够味儿。我就喜欢他这副六亲不认的样子，比起那些假仁假义的伪君子，可强太多。不过听说他和前秘书的关系不一般啊，木楚，你可得小心点儿，别玩脱了。不会的，不会的。小姐，你秦楚和李小姐，快举行婚礼了吧？这个就当做我送给他们迟来的新婚贺礼。小姐，这可是您视若珍宝的东西，是您和秦总。正因为珍贵，才应该物归原主。这个就当做我送给他们迟来的新婚贺礼。小姐，这可是您视若珍宝的东西，是您和秦总。正因为珍贵，才应该物归原主。拿去吧，帮我订一张飞去瑞士的机票。叶小姐，好久不见。李木楚。烧了，舍得？一张废纸而已，留着爱恋。也是啊，舅舅，我想清楚了，婚礼取消。老大，你还是放不下叶秘书，伤你那么深。都过去了，我只是在想，联姻是交易，但婚姻不是儿戏。李小姐值得更好的，一个真正爱她、能与她共度一生的人。我不能为了自己的利益耽误她一辈子，这对她不公平。小楚，你做事向来是说一不二，舅舅尊重你的决定。李家那边，我去说，我就豁出我这张老脸了。不过，李家那丫头的性格，恐怕不会轻易放过你的。让我承担的事情，我绝不逃避。秦总，我给你准备的新婚贺礼，你一定会喜欢的。秦总，我给你准备的新婚贺礼，你一定会喜欢的。你是谁？我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深爱的2个女人，叶昭琴和李木楚，现在都在我手上。你想干什么？给你30分钟，你一个人到西城路，记住，只能你一个人。你敢报警或者带人，我就把他们俩一个接一个的像拖死狗一样拖死在路上，就像当年你对秦小少爷那样。妈的，秦宁这个小畜生，他越狱了，还是有人帮他。舅舅，帮我查清楚秦明到底有没有越狱。马峰，封锁外围，没有我的命令，谁也不许靠近。是。小楚，你一个人去太危险了，我陪你一起去。他们要的是我的命令，我给过他们机会，但要是他们敢碰他一根头发，我让他生不如死。秦总，好绅士啊，好胆识。秦总，好绅士啊，好胆识。秦总，选一个吧，是选李姑娘呢，还是叶姑娘呢？你也只有一次机会。3、2。放了他！谁？
叶昭琴。Yes, yes, yes！ 秦总，你真是一个旧情难忘啊！好，放人。秦楚，你心里还是有我的，对不对？叶小姐，你想多了。秦总，至于李姑娘，我们来一起期待一下吧。等一下，秦总还有话说。你们的目标是我，不如拿我换他。不行！别动！谁要是敢动一下车，我立刻割了他的喉咙，放了他，否则你们今天谁也别想离开这里。秦总，秦总，有话好好说，有话好好说。秦钟，住手！不要杀他，他不是秦明的人。游戏结束了。秦总，秦总，有话好好说，有话好好说。秦钟，住手！不要杀他，他不是秦明的人。游戏结束了。小手，查清楚了，秦明那小子还在号子里蹲着呢，根本没出来。这帮人不是他的人，妈的，是有人冒充啊！你那边怎么样？人救出来没？马峰带人还在外围守着呢。是我。叶小姐，好久不见。李木楚，有没有兴趣跟我玩个游戏？一个能看清秦楚真心的游戏。你什么意思？我知道你放不下他，我也想知道他心里到底有没有我的位置。与其猜来猜去，不如我们联手。好。叶木楚，你居然拿这种事情来试探我！是你太贪心了，选了他，还想救我。秦楚，如果真的只给你一次机会，你到底会选谁？公路拖不死真相，婚纱收不住野心，能选的未必只有女人。